我曾经在2015年啊，这个跟共产党人接触的时候，说你郭文贵你还想推翻共产党啊？啊，你有这本事吗？随便你弄你能弄得了吗？我说你说错了啊！我跟我孩子我也说过，我说我就不相信我这个年龄，王岐山、孟建柱啊、习义坑，你这个年龄，我等都能把你等死了，我等你10年我都把你等死了。2015到2025就是10年啊，我的底线就是2025，我不相信共产党成功2025。2022年美国的中期选举啊，绝对改变世界的所有政治景象、经济格局。接下来啊，就是2024总统大选，一旦定锤啊，一定是啊，不会有共产党的生存下的余地。到那时候是什么原因？我告诉大家，如果在这个时间打台湾，香港情势继续恶化，战狼外交又收不了手啊，中国内部经济啊，把所有的问题聚集到了顶峰之上，聚集到中南坑啊，内部的经济的崩塌和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，以及唯一的生存的中国的流血经济啊，也就是子工文化、卖子工文化，就是打工妹、打工仔的外贸加工啊，持续萎靡。现在1.2亿的这个失业率，和现在中小企业70%的中小企业啊，在中国还有6个月到10个月的现金的运作量，就是到明年2022年5月份以前，有现金让这餐馆能活，生产厂家能活。把这些东西能活下去，也60%-70%。到了明年5月份后，没有任何现金，没有任何能力生存下去。如果这样下去持续下去的话，更重要的事情大家千万别忘了，现在原材料啊，在国内所有的外来加工的原材料大幅上升，因为战狼外交你买不着啊。然后人民币又硬挺，美元贬值对它又是一个大的一个伤害啊。所有的外来加工的材料大幅上升，成本巨升，它根本就没有利润可赚。在没有利润可赚、没有流通性和现金支撑到今年年底到明年的5月份的情况下啊，整个内部的所有中国的依赖的啊卖子工经济啊、打工妹、打工仔的经济形势，它持续不下去，那都剩下一些城管了，剩下了那些冒烟的航空母舰了，它能生产啥呀？是不是？没有任何办法。同时，一个内部维稳、警察维稳费用开支超过军队开支的内部政权，它没有钱，它只有一个大量的印人民币和掠夺人民的财富，最后转移内部实现大台湾。甚至和印度和日本搞一下，或者跟美国搞个代理人战争，这就可能结局结束